你那个票啊，不是你，他妈的这分到你这看的，你没得分到本来要进，他早就离了分了，咱我老姓死就已经离了分了。男子意外身亡，获得82万赔偿金。前妻知道後上門討要，不料遭到前夫家人羞辱，兒子的態度也讓他傻眼。按理來說，這錢跟前妻沒有半毛錢關係，可他為何如此厚着臉皮上門要錢呢？這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的原因？眼前這名女子叫葉小紅，旁邊是她兒子丁廣。葉小紅告訴我們，去年前夫丁大山在礦井打工時不幸發生意外，被坍塌的泥石砸中搶救無效身亡，當地煤礦賠償了丁家一筆82萬的工亡補償金。然而這筆錢卻不在他們手中，而是在丁家親戚手裡。丁大山的兒子丁廣如今23歲，已經屬於成年人。按理來說，父親的死亡補償金應該由他繼承，可為何這筆錢會在親戚的手中呢？丁廣表示，當初父親突遭意外，22歲的他年輕無助，只能求助丁家親戚幫忙料理父親的後事。然而親戚卻說，必須要替他保管82萬，不然就不幫忙。於是，在匆忙中，丁廣與親戚簽署了一份保管協議，錢就這樣到了親戚手中。可如今丁家親戚卻遲遲不願歸還這筆遺產。丁廣的母親葉小紅也表示，如今兒子丁廣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，正是急需用錢的時候，可是丁家親戚卻百般阻撓兒子拿回這筆錢，甚至還對他們惡語相向。那麼親戚為何不願歸還賠償款呢？為了一探究竟，隨後一行人來到丁廣老家。讓人意外的是，他們剛下車就被附近村民圍了起來，這樣的情況讓調解員一頭霧水。而就在這時，葉小紅和一位老人爭吵了起來。你講個不到工作來的，你也得你要工作過來。我沒工作沒事，我也沒工作要到工作嘛。你喊我這該死你了，怎麼樣？哪裡來的了？你幫我這啥？你幫我我不給你這，你這，好香啊！我給你這，我工作不來，我也叫你，我都還我的病下來，你還我病，我不要還我，我把病下來。你懂我啥？你做啥？你幫我爹的，當年的是幫我爹的忙了，剩下的人你怎麼能用？原來與葉小紅爭吵的是丁家主事大叔公。在大叔公口中，葉小紅已經跟丁大山離婚多年，也曾答應不再跟丁家來往。如今挑唆兒子丁廣來鬧事，就是為了82萬的賠償款。面對大叔公的控訴，葉小紅言辭閃爍，囂張的態度卻是不減。一時間，雙方吵得不可開交。我就是塞着我冇得那個，光聽我的為的，我告訴你了，光聽我的為的，那個對着我塞，光聽我的為的，不聽我的為的，不聽我的為的。你去弄個塞呀？我對做啥？我塞的。我這是個用飯啊，咋曉得？在一旁的丁廣看着這一切默不作聲，看樣子似乎另有隱情。但無論如何，丁家親戚已經沒有理由代為保管這筆錢了。難道這是丁家不願歸還賠償款的借口嗎？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麼？為了不讓雙方發生衝突，調解只能暫時終止。隨後葉小紅跟着我們說起了她和丁大山離婚的原因。當年她跟丁大山是因為一些瑣事爭吵，一時衝動才離的婚。但是多年來，她與丁大山離婚不離家，始終共同生活。這期間，她也曾有復婚的想法，但是都遭到丁家強烈阻撓。因為自身患有角膜炎，一直以來她就不受丁家待見。但是為了子，葉小紅什麼都忍了。但沒想到丁大山這個頂梁柱突然倒塌，丁家不僅干涉丁大山一切事宜，如今還要插手兒子丁廣的生活，說什麼他也不能再忍了。他表示一定要找丁家討個說法。然而再次來到丁家，事情卻來了個大反轉。打牌輸掉了，打牌輸掉了。誰打牌啊？他老婆啊。他老婆打牌。他老婆打牌。天天打牌，輸掉了。村民們透露，葉小紅看似老實本分，實則整日打牌。丁大山忙活半輩子，卻一個像樣的房子都沒建起來。而他掙的錢都被嗜賭成性的葉小紅揮霍掉了。正是這個原因，丁家親戚才如此討厭葉小紅。被拆穿偽裝的葉小紅顯得有些慌亂，似乎被說中極了。面對眾人的指責，他不斷反駁：“阿姨，你有沒有打牌了？我是打牌呀，不是我個人打牌，你是個朋友打牌。你還搞得記者的，搞個啥的？記者就是我到過來的，這是個樣子。我是個樣子啊，我本來就是個樣子啊。我是個樣子，你咋曉得？這個東西我咋也是死的，你咋曉得？你咋曉得我是個樣啊？我一直是個樣啊。此時外面下起了小雨，葉小紅本想進丁家好好談談，不料卻被親戚推了出來。可以看出丁家有多麼反感葉小紅。雙方的情緒都有些激動，丁廣試圖安撫母親的情緒，不料母親突然將矛頭對準他。他讓我過來呀！我都不要你了，我都不要你，我可以把你請過來。我都不要你了，不是你拿拖也到，他要过來呀！你我怎麼辦？我都不要你了，我都不是你。你我怎麼辦？我又不拉手，我這天亮我咋的天亮我咋的天亮？
丁廣就這樣夾在雙方之間左右為難。這時，丁廣的叔叔看不下去了，叫調解員單獨到一邊，把當初雙方簽署的保管協議拿了出來。堂叔丁強表示，當初煤礦確實賠了82萬，除去丁廣奶奶贍養費7萬和父親後事7萬，還剩68萬。此前，丁廣又以買房為由拿走21萬，而這筆賠償款是以丁廣的名義辦理的5年定期，只有丁廣知道密碼，也只有他才能取用。他們丁家只是幫忙保管3張存單罷了。如此看來，事情並非葉小紅所說那樣，丁家不願歸還賠償款。可讓人不解的是，丁廣已經成年丁家親戚，為何還要執意保管這筆錢呢？此時，丁家幾位堂叔說出了其中無奈。原來丁大山在家是出了名的老實人，而葉小紅則不是一個持家的妻子，整天就知道沉迷打牌，有時候一天能輸上幾千。丁大山每月工資7、8千也補不上這個窟窿，這麼多年來連個像樣的房子也沒建起來。這82萬是丁大山拿命換來的，丁家親戚知道其重要性，絕不可能交到葉小紅手裡任其揮霍，於是他們才與丁廣簽下保管協議。然而沒過多久，葉小紅便鬧上門。這時丁廣也說出了自己心中的無奈，他很贊成這筆錢交給叔叔保管，可是母親時不時就開口問他要錢，拿不到還以性命相威脅，這讓他很為難，於是就有了如今尷尬的局面。要是錢在他手上，保不准那天會向母親妥協。回想起父親去世前的樣子，丁廣忍不住哽咽，父親總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樣子，但在行動上卻處處為他着想。丁廣知道父親就是為了賺錢給他蓋新房才出事，在去世不久前，父親還想着要在煤礦停工前多為他存點老婆本，不料這一去竟成了天人永隔。這筆錢是父親拿命換的，所以無論怎麼說他都想妥善處理。然而對於母親，丁廣內心也很複雜。雖說母親葉小紅是賭如命，可也是陪伴了他整個童年，那是他無法割捨的母愛。面對母親的要求，他也無法拒絕。那麼事到如今，丁廣又會做出怎樣的決定呢？為了能妥善處理這筆賠償款，調解員約定雙方到村委會做最終的協商。村幹部表示，丁廣已經成年，有能力保管這筆錢。然而面對這個問題，丁廣始終低着頭，似乎在逃避眼前的困境。丁廣堂叔見此突然提出，如果丁廣對保管這筆錢有異議，他們願意放棄代替保管，不過還是由丁廣自行決定。猶豫片刻後，丁廣終於說出內心的想法。他表示，在他最危難的時刻，丁家親戚站了出來，對於丁家堂叔保管這筆錢，他是非常放心的。然而聽到兒子的態度，葉小紅100個不願意。可以不一人用啊，你都這個啊，爹，你看錯了，太丑吧？你可以不一个人用啊？真的不可能。也现在咯。好多个决定，好多个我不愿意这个。反正这里要人力了，这个。在叶小紅看來，兒子就是沒把他放心上，他強烈要求兒子拿回這筆錢，並讓他代為保管，還表示出事情他自己承擔。好家伙，母親的態度讓丁廣很無語。他知道母親不靠譜，但他卻無法割斷與母親的感情。然而母親正是抓住了這一點糾纏不休，所以他才左右為難。聽到葉小紅想插手這筆錢，丁家堂叔頓時激動起來。他表示，他們可以無條件把錢還給侄子丁廣，但無法接受葉小紅插手。丁家堂叔一直對葉小紅的劣跡行為耿耿於懷，於是雙方又陷入了僵持。為了盡快解決，調解員決定讓村幹部單獨與丁廣談談。幾十分鐘後，丁廣做出了新的決定，他不放心錢交給母親保管，但是母親又逼得急，所以他決定拿出2萬元補償母親，其他的保持不變，繼續存5年，定期讓堂叔保管。然而對於兒子的決定，葉小紅卻陷入了歇斯底里。我給小姑的文具，我還幫了個手，我自己都好。我這個地方不定，但是地方我是弄得行。他指責兒子胳膊肘往外拐，他不甘心，為何兒子在關鍵時刻沒有站他這邊？最終母子沒能達成協議。可是到如今，所有人都知道葉小紅就是為錢而來，或許這樣就是最好的結果。對於母親，丁廣表示，他不會拋下母親不管。以後自己會出去工作，靠自己的一雙手養活自己，贍養母親，而不是濫用父親留下的那筆錢。其實丁廣還是很有主見的，希望他早日成為一名男子漢，也希望葉小紅能反省自己的行為，不要辜負兒子最後的一絲感情。